嗨，大家好！岁末将至，本想今年将以王力宏两口子压轴谢幕，没想到微臣突然救场。12月20日，浙江杭州税务局发布公告称，黄威网名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，通过隐匿个人收入、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、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.43亿元，其他少缴税款0.6亿元，依法对黄威作出税务行政处罚的决定，追缴税款、滞纳金共计13.41亿元。和上个月刚爆出的雪梨被罚的6500多万相比，薇娅的偷逃税金额和罚款是前者的20余倍。即便和范冰冰8.83亿的逃税处罚金额相比，也是其1.5倍之多。薇娅一举刷新了公众人物偷逃税新纪录。男明星被曝的都是私生活不检点问题，女明星被曝的却都是个人税务问题。人都说男主外女主内，看起来真正在认认真真搞钱的却都是女人。薇娅2年13.4亿元的巨额罚单，在震惊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之余，也让聚光灯下的王力宏自惭形秽。据报道，王力宏2021年的总收入近5000万人民币，只有薇娅的零头，难怪与李静蕾离婚后还在为1.5亿的抚养费而纠结。看来淘宝头部带货直播主的赚钱能力碾压一片一线明星，难怪在今年薇娅参加吐槽大会时毫不隐晦地说，当明星有啥好的？你看这些明星不都来直播了吗？明星的归宿都是带货，我只是想跳过当明星这一步，的确霸气。那么霸气侧漏的薇娅一年到底能赚多少钱？她的这些税又是怎么逃的？李佳琦会有危险吗？直播带货的头部主播不同于一线明星，其收入的组成绝大部分来自于销售商品的提成和坑位费。何为坑位费？字面意思就是占坑需要付的钱。什么坑呢？在带货直播领域，就是商家需要给某位主播坑位费后，带货主播才会在直播中宣传和贩售商家的某个商品。商家之所以肯付这个坑钱，无非就是看重直播主的流量和带货能力，凭借主播的巧舌如簧，消费者就会下单购买。不过也有翻车的时候，前段时间上海一家食品公司就花了6万的坑位费请了一个主播直播带货，结果却卖出去不到400元人民币，后来还打了官司，最终不欢而散。6万不过是腰部主播的坑位价格，像头部的顶流，坑位费和佣金比例只会更高。相比之下，实在是汗颜啊！小弟不才，时至今日，本频道依旧坑位以待。除了高额坑位费和佣金，主播尤其是出于头部，还要求商品价格全网最低。看似价格是低了，不过以前是商家直接让利给消费者，不过现在却多了个中间商赚差价。此种模式怎么看怎么奇怪，是想商家想要透过流量卖货赚钱，主播赚取坑位费和佣金，而消费者以为买到了全网最便宜的商品是赚到了。那么这会是个3赢的局面吗？显然不是，羊毛始终还是出在羊身上。回过头来说主播，既然带货主播的收入构成主要来自佣金和坑位费，那么就与此前范冰冰、郑爽等阴阳合同的逃税大法不太一样了。阴阳合同这个很好理解，明星片酬一分为2，阳合同缴税，阴合同不缴。这其实与很多中小公司为了避税，给员工缴纳社保时按较低工资标准，所以也会签一个阴阳合同，同一个道理。而带货主播的收入按照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规定，属于直播营销人员，所以是个人劳务所得的范畴。根据个人劳务所得税率表可见，这些一来一去的直播主们显然都将按照顶格45%来纳税。辛苦一年，将近一半都要交给国家，显然不太甘心。所以为了降低缴税，他们聘请的财务管理通常会教他们一招，叫做个独避税。那么何为个独呢？个独就是个人独资企业的简称，想必一般没有开过公司的上班族都不太了解。我们平时经常看到某某公司的名称为有限责任公司，个独企业则刚好相反，为无限责任制。他们通常以工作室、中心、事务所、经营部、厂、店等等来结尾。我查了一下，共有9种组织形式。而直播带货的主播们注册的个独往往以某某工作室、某某中心居多。注意，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没有有限二字。那么为何个独就可以避税呢？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绝招，叫做核定征收。而且这个核定征收有限公司是做不了的，只有个独企业独享。如何避税？举个例子，我们来粗算一下，一家公司一年赚了400万的利润，如果是有限公司，25%的企业所得税100万，外加20%的分红个税60万，加起来160万就没了，这可是40%啊。那么如果是做了核定征收的个独公司呢？3%的增值税是1.65万，附加税0.7万，个人经营所得税7.95万，加起来总共也就20万左右的税额。不
不过5%而已。这不仅大幅小于刚才有限责任公司的40%，更比个人劳务所得的45%省了近40%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简化后的粗略计算，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。但不论如何，注册个独成为直播主乃至绝大部分明星逃避纳税的不二神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随便查一个直播主，他们的名下会注册非常之多的工作室、中心等等个独公司，而且这种公司注册成本极低。我还特意去淘宝上询了个价，注册一家个独300元就可以搞定。不过上海最新的政策是，所有今年注册的个独企业都暂停进行核定征收，看起来新晋直播主们想要逃税，只能另寻他法了。不过这些头部主播，他们所注册的个独时间都是在更早的2019年和2020年，那时候核定征收没有任何障碍。就像上个月被查的直播主雪梨林珊珊，以雪梨举例，8446万的收入依法纳税的话，应该要交3780多万，但实际上他们只交了几百万，所以最后查实的偷逃税款为3037万，加上每天5%的滞纳金，并且还有1倍的罚款，那么合计就是6555万。用的方法就是将个人劳务所得改为个独公司经营所得这个套路。薇娅判房中的所谓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，看似晦涩难懂，实际上指的也是这个。那么薇娅的这个13.4亿的天价罚金怎么来的呢？我算了一下，6.43亿的偷逃税款，包括隐匿主动补缴的5亿和隐匿未主动补缴的0.27亿，再加上通过个独公司逃税的1.16亿，刚好共6.43亿元。看起来薇娅通过注册大量个独所逃的1.16亿只占其逃税总额的一小部分。至于大头的隐匿收入具体怎么来的，是否也存在所谓的阴阳合同，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未知数。除了6.43亿，还有0.6亿的其他少缴税款，再加上按比例折算的罚款和每天15000的滞纳金，这就是总共13.4亿的组成。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，这些头部主播赚这么多钱，难道就没有税务专家提醒过他们吗？还别说，他们还真的请了专业的税务团队。不过这些税务团队的专业则是放在所谓合法避税上。其实在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出来之前，这种注册大量个独公司进行合理避税已行之有年，甚至这种避税手法也发生在影视圈。像范冰冰8.84亿的罚款中，除了阴阳合同外，就有相当一部分逃漏税也用的这种方法。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是2021年4月推出的，而据天眼下的数据显示，截至9月底，今年已有超过700家的明星工作室或中心注销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奇怪，用今年4月出台的新政策去裁决2019和2020年避税方式，这不是有点见人下菜碟之嫌吗？没错，用这个角度想，薇娅的确有点冤。不过国家税务机关之所以要枪打出头鸟，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行业早已乱象丛生，头部主播只是凤毛麟角，98%的腰部尾部才是真正的灯下黑。而且更有很多拥有全职工作的人辞职后投入到直播带货大军中，这里不合规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但因为他们的目标小、数量多，整治难度就很高，所以就必须要杀鸡儆猴。而同样作为头部主播的李佳琦自然也不遑多让，名下也注册了大量个独企业用以避税。不过李佳琦目前只是被浙江消保委点名，因为税务问题而罚款。更有小道消息传出，李佳琦已经悄悄补交了17亿的税款，不过并未证实。但如果是真的，按照薇娅的处罚标准，至少也有0.6倍的罚款，就是10.2亿，两者相加27.2亿，又将是天文数字。前面的薇娅倒下了，并被全网封禁，也许李佳琦现在应该在庆幸当初在一哥一姐的争霸中败下阵来吧。回到社会层面，这种在极短时间将数以万亿的巨量财富汇聚至少量人手中，这本身就不合理，而且与当前共同富裕的国策相违背。我们来看看这些巨量财富是如何分配的。商品的创新者、研发者、制造者和生产者并没有参与到这场分配的盛宴中，反而是直播带货的主播依托平台给予的推荐量，既没有创新设计，也没有创造价值，单纯靠搞批发赚差价就能分配到数以亿计的利润，而且还被诸多地方政府授予各种大使、青年代表等等头衔，这真的合理吗？国家应该将这种短期聚集的巨额收入引导到更有价值的去处，例如本频道经常给大家介绍的科技创新、人工智能、基础建设或者大国重器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，我们这个时代是应该尽量避免让这样的人站在金字塔顶端，
并成为无数人敬仰的榜样的。当我们的孩子们不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甚至放弃学习，把时间花在直播带货、研究营销话术，指着电视上的各种大使说我未来也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时，我们又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呢？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